朋友们，今天最大的新闻，巴塞罗那在拿下了罗德里之后，据传他们有意阿森纳的中锋泽凯赖什，将他视为费兰托雷斯离队后的替代者。好，节目很精彩，前半部分是转会传闻和重磅新闻，后半部分是预测新赛季5大联赛的10大后腰。如果喜欢，感谢您的点赞和热推，感谢您的订阅。首先，今天西班牙6台传出独家报道，未来几个小时，巴塞罗那预计将围绕阿森纳的泽凯赖什采取行动。接下来，俱乐部将对他目前的情况进行初步了解和评估，探寻引进他的可能性。这也是在引进马竞的小蜘蛛严重受挫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不过，目前还没有就此联系阿森纳，还没有任何具体的进展。显然，新赛季巴萨必须要有一名中锋，阿尔瓦雷斯是他们梦想中的目标，但现实情况大大不同。时至今日，马竞仍然紧紧关闭大门。那么，如果泽凯赖什因此获得机会，那还真的是大大的服从天降啊！现年28岁的泽凯赖什，去年夏天以6690万欧元从葡萄牙体育转会到阿森纳。上赛季40次首发，打进21球，送出3次助攻。无论是之前在葡萄牙超级联赛，还是上赛季在阿森纳，哪怕有一点点数据下滑，泽凯赖什的效率还是值得信赖的。过去24小时，巴萨接连敲定了坎塞洛和罗德里。有趣的是，比尔巴鄂竞技队的中后卫拉波尔特也不知道是手滑了还是故意的，特意给这条巴塞罗那的转会动态点了个赞。虽然这个反应本身并不能证明任何转会传闻，但巴萨一直缺一个左脚中后卫，而拉波尔特在世界杯上的表现又十分亮眼，巴萨对他的兴趣并不新鲜。如果能够引进复制在西班牙队他和库巴西的搭档，那就不只是简单的如虎添翼喽。但今天有消息说，皇马也在接触拉波尔特，正在评估引进他的可能性。不过目前双方只是接触和考察阶段，交易距离完成还有很大的距离。现在巴塞罗那就差一个左脚中后卫，再差一个9后卫。中后卫方面，除了拉波尔特，巴塞罗那还有几个选择，比如莱比锡队23岁的中后卫卢克巴，贝蒂斯队25岁的巴西中后卫纳坦。老 K 还是那句话，德科是专业的，让我们相信他。据说罗德里回到巴塞罗那之后，已经跟队友菲尔明进行了交流，提出希望继续穿巴萨的16号球衣。这样的话，预计菲尔明将改穿7号球衣，罗德里将继续使用自己标志性的16号，而菲尔明即将选择7号。上一个主人是刚刚离开的费兰托雷斯。在罗德里转会成功之后，皇马这边有消息说，皇家马德里从来没有打算在今年为罗德里开出7800万欧元，早就设置过上限门槛，6000万欧元，不能再多了。这番话从好的方面看，皇马不会为了引进罗德里打乱自身的财政策略，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没吃到嘴的葡萄，狐狸他就说是酸的。另外，小蜘蛛阿尔瓦雷斯方面，他今天随马竞训练，本周就是巴塞罗那关于小蜘蛛的最后截止时间，现在只能看球员自己。预计他和马竞 CEO 马林的会面将在未来几天进行。而每日体育报正在放风，说马竞已经开始担心阿尔瓦雷斯如果留下，可能成为更大的麻烦。闹了这么大的离队风波，会不会影响他在马竞下赛季的表现呢？今天还有消息说，阿森纳的主教练阿尔特塔再一次亲自出手，给阿尔瓦雷斯打了电话，劝他加盟阿森纳。但球员再次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如果今年夏天走，优先选择仍然是巴萨。另外，巴萨的坎塞诺在抵达的时候简短接受了采访，他放了狠话。坎塞洛说，我曾经告诉德科，要么我来巴塞罗那，要么我就1年都不踢球。我一直都非常认同巴塞罗那这家俱乐部。过去这段时间，我和利雅得新月解除关系遭遇了困难，我原以为会更容易，但现在我终于来到自己想来的地方。我是自由身加盟的，为了来巴萨，我付出了很大努力。我们正在打造一支很强的球队。哇，这才是真正的忠诚啊！以自由球员身份加盟，巴萨无需支付任何转会费，这一点至关重要。另外，巴萨管理层继续希望加快清理冗余的球员，通过出售球员增加收入，这样才能获得足够的薪资空间，完成新员的注册。所以卡萨多可能成为下一名离队的球员。沙特的俱乐部对他很感兴趣，但卡萨多不想去沙特。此前，主教练弗里克告知卡萨多，他将不再参加球队的季前友谊赛，球员对此感到不满。为了避免受伤，他只能和一直被巴萨列入清洗名单的球员们一起训练。卡萨多倾向于留在欧洲，想加盟一支能够获得重要角色，主教练也真正信任他的球队。他的经纪人门德斯也一直在运作，
目前有多家英超俱乐部对卡萨多感兴趣，但距离转会窗关闭已经不足15天。在卖出球员方面，巴萨也正在继续推进。今天也有好消息，他们的中场汤米·马克斯以总价1200万欧元加盟了布拉加队，罗马诺已经确认，这位19岁中场将永久转会离开。而今天已经官宣，巴萨自己的年轻后卫霍夫雷·托伦茨已经加盟了阿贾克斯，转会费总价600万欧元。这位2007年出生的小将一直在巴塞罗那拉玛西亚青训体系，去年8月16日在西甲对阵马略卡的比赛完成了一线队首秀。另外，已经退役的过去巴萨超级后腰布斯克茨，他现在官方宣布将担任巴萨竞技的助理教练。这位传奇球星加入了朱里亚诺·贝莱蒂的教练团队，同时他会完成自己的教练员课程。另外还有传闻说，巴塞罗那仍然在与拉什福德的代表就从曼联租借他的可能保持联系。球员本人愿意重返巴塞罗那，但曼联对于接受另一份租借提议的态度仍不确定。目前总的来说，预计拉什福德仍然将继续留在曼联，而曼联队内的中锋谢什科现在有伤，能不能恢复还是未知数。在谢什科可能缺席的情况下，曼联赛季初的5-6场球相当难熬。从理论上讲，曼联也真的需要买人，非常需要一名中锋，但是在新的小股东拉爵爷的管理下，曼联现在堪称欧洲最吝啬的豪门。好，与此同时，曼联队长毕费正在和球队谈续约。这时候，土耳其豪门加拉塔萨雷突然开出2000万欧元的年薪，毕费自己想留在曼联，他的合同将在2027年到期。最近这几年，加拉塔萨雷完成过不少重磅的引援，包括2024年签下中锋奥斯梅恩。上周他们还曾经为阿森纳的马丁内利报出4500万欧元，但球员拒绝转会到土耳其。加拉塔萨雷说是准备以4300万英镑报价毕费，但曼联是坚决反对出售。而这次土耳其球队愿意提供4年合同，税后年薪2100万欧元，约1830万英镑，另外还有400万欧元的签字费，再加上土耳其有利的税收制度，这意味着如果毕费转会，他目前的税后收入有望翻倍。现在在曼联，毕费的周薪约20万英镑，不过曼联拥有续约1年的选项。这一次高薪诱惑毕费，老 K 觉得不太可能成功啊。另外，曼联的阵容左后卫也是个弱点，卢克肖本身就是玻璃人，现在已经31岁，根本承受不了一个赛季50场比赛以上的负担。总之，卡里克下赛季带曼联不只是单线作战，他现在的压力非常大。而关于中场引援方面，曼联过去一直看上的布莱顿球员巴莱巴，最近由于他遭遇脚踝韧带重伤，将缺席新赛季最开始的比赛。布莱顿正准备降低要价，大约6000到6500万英镑就能买。过去布莱顿对他的估值达到1亿英镑，但又有消息说纽卡斯尔联现在也加入了对巴莱巴的争夺战。尽管球员只有22岁，尽管价格是真降了，老 K 是建议这种重伤的千万不要买。看看现在曼联队内的芒特，这教训还不够吗？现在玻璃人芒特上上停停，曼联的中场在卡塞米罗走了之后，虽然买了2个人，但仍然极为羸弱。卡里克的执教风格非常看重控球，但最近和阿莫林的 AC 米兰的友谊赛让曼联暴露了短板，比赛中出现了多次防守的空当。尽管阵中现在有梅努、蒂勒曼斯、桑托斯3个球员竞争2个中场位置，要说竞争已经相当激烈，但对比阿森纳，对比曼城，这球员的质量怎么说呢？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距离英超开赛只剩5天了，距离下窗关闭只剩半个月。老 K 预计关窗前曼联至少还会有一笔重磅引援，最好的情况下再签2个人。另外，今天还有消息，阿森纳的中场球员苏比门迪再次进入皇马的视野，阿森纳可能在报价合适的时候考虑出售。去年夏天，当时哈维·阿隆索执教皇马，就曾经频繁地考虑苏比门迪，但这名中场最终加盟了阿森纳。今年，尤其在罗德里拒绝皇马之后，苏比门迪的名字再次被提起。据说主教练穆里尼奥已经为皇马今年夏天引进苏比门迪开了绿灯，球员的经纪团队正在评估他目前的处境。由于吉马良斯的加盟，在阿森纳他的上场时间会更加明显的减少，所以正在研究可能的离队方案。但是要想让交易成型，首先取决于阿森纳的要价，更重要的是皇马现有阵容中必须有人离队。皇马已经明确表示，如果没有球员离开，就不会再有新援加盟。另外，关于大巴黎的边锋巴尔克拉，利物浦方面说，如果巴黎仍然坚持 1.7 亿欧元的要价，利物浦本周将换一个目标。他们过去已经递交过2次正式报价，
分别是1亿欧元和1.1亿欧元，都遭到了巴黎方面的拒绝。那么最新消息，巴黎人报放话说，大巴黎可能愿意接受低于 1.5 亿欧元的报价。这就对了嘛，想做生意你让一步我也退一步。好，关于利物浦的球员柯蒂斯·琼斯，他现在已经跟国米的巴斯托尼在 Instagram 上面完成了互相关注。本周国米就将开启关于琼斯的新一轮谈判。不过国际米兰不愿意满足利物浦现在4000万欧元的要价，主要原因是琼斯的合同仅剩不到1年。周日，琼斯没有参加利物浦对阵科莫的友谊赛，官方给出的理由是臀部不舒服，但利物浦队医给出的解释是善意的谎言。国际米兰正在计划提供一份3000万欧元外加奖金的报价，而球员的个人条款已经达成全面协议。参与交易的转会中间人有信心能够说服利物浦降低要价。而曼城方面正接近签下他们中场目标18岁的小将布阿迪，据说相关条款已经全部谈妥，仅剩一步之遥，这笔交易随时有可能确认。主教练马雷斯卡认为他的到来能够替代比席尔瓦。好，另外今天罗马诺确认 AC 米兰以5000万欧元签下了斯特拉斯堡的边锋迭戈·莫雷拉，另外还有浮动奖金以及2次转会分成条款。尽管球员此前也收到过来自德国和英国的报价，但莫雷拉只希望加盟 AC 米兰。这位22岁的比利时球员，左右两边的边后卫、边翼卫、边锋都能踢。世界杯我们已经看到了，能逆转塞内加尔，他是关键人物。另外，意甲的尤文图斯租借签下了热刺门将维卡里奥，这事罗马诺已经确认，合同附带非强制买断条款。29岁的维卡里奥身高1.94米，本身就是意大利人。上赛季代表热刺出场42次，在英超出场31次，完成过7次零封。OK， 今天多特蒙德签下了23岁的希腊中场球员康斯坦泰利亚斯，转会费3200万欧元，已经得到罗马诺的确认。3200万欧元的转会费包含了浮动奖金条款，同时塞萨诺尼基队还拥有 15% 的2次转会分成条款。这位23岁的希腊中场康斯坦泰利亚斯，他的潜力巨大，上赛季可谓一个人撑起了整个塞萨诺尼基队。不仅年轻，他也是希腊足坛最具天赋、灵气十足的攻击型中场，在本国联赛具备超级巨星的气场和非凡的人格魅力。他曾经在欧战对阵里尔队一战惊艳了整个欧洲足坛，可随后遭遇2次伤病，肌肉拉伤。上赛季各项赛事32次首发，14个进球，4个助攻，所以在当地有着极高的人气。这一次多特蒙德、尤文图斯和切尔西都在关注。过去这段时间，球员即将离队的消息在希腊引起了许多球迷的强烈不满。去年夏天，球队强大的极端球迷组织就曾经成功的阻止他加盟斯图加特。当时两家俱乐部就2000万欧元的转会费已经达成一致，球员甚至已经在训练营向队友告别，准备前往机场。可就在交易即将完成的最后关头，俄罗斯老板因为担心俱乐部球迷的强烈反应，突然叫停了这笔转会。那时候一些狂热的球迷甚至已经赶往俱乐部基地，并且对工作人员进行了人身威胁。好，现在是属于多特蒙德的字母哥终于来了，康斯坦泰利亚斯，记住这个名字，老 K 高度关注。另外，今天关于切尔西传出独家报道，伯利财团正在谈判，想将切尔西的股份都卖给大股东青湖集团，这可能会有助于解决切尔西俱乐部长期存在的股东之间的紧张关系。自从收购切尔西以来，伯利和沃尔特所在的财团一直和青湖资本在战略上发生冲突。虽然青湖资本拥有切尔西 60% 以上的股份，但他和俱乐部主席伯利是共同控制并且平等治理切尔西。那么新的交易对俱乐部的估值将超过50亿英镑。此前伯利的共同控股股东沃尔特已经以92亿英镑的价格出售了自己旗下的 NBA 球队洛杉矶湖人队。好，轻松一下，在皇马对阵沙尔克04的热身赛，皇马3-0获胜，但主教练穆里尼奥他的眼眶却是淤青的，怎么回事呢？原来在皇马训练的时候，穆里尼奥的脸不幸被球击中，幸运的是他当时戴着眼镜，避免了更严重的伤害。让我们说什么好呢？这皇马的职业球员在训练中的射门质量是真高，打在脸上那么疼那么严重的伤，可准心方面质量也真低，连自己的主教练都踢。OK， 新赛季5大联赛10大后腰预测。那么开始之前，老 K 先道歉。确实前面索博斯洛伊我思来想去，他还是应该放在中前卫，所以排在后腰不合适，而是中前卫把他给漏掉了。原因很简单，索博斯洛伊最完整的能力组合
其实是 B2B 全能型中场和进攻型8号位加推进型的8号位。他有前腰的最后一传和远射，但他的跑动覆盖、压迫、回追和从中场向前推进，明显比传统10号位更像8号位。就在最近，索博本人谈到新赛季，他也说希望新的教练把自己放回中场。上赛季他因为战术和队友伤病的问题客串过右后卫，但那显然不是他核心的位置。所以重新排，我应该把索博斯洛伊排在10大中前卫第4到第6名。他上赛季为利物浦踢了53场，全部首发，13个进球，12个助攻，其中12次助攻还是全队最高的。最后拿到了利物浦官方球迷票选的赛季最佳球员，而且获票数超过2/3。更夸张的是，他整个赛季创造了78次机会。在英超中场球员，他排在第2。所以重排，我会把巴雷拉挤出前10。10大中前卫的榜单，佩德里、维迪尼亚、赖斯、索博斯洛伊、若昂内维斯、巴尔韦德、恩佐、法比安·鲁伊斯、埃里奥特·安德森、麦卡里斯特。索博甚至可能比若昂内维斯、恩佐、法比安·鲁伊斯这些人更容易被普通的金球评委所看到，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同类型球员非常缺少的东西——进球数。他的远射，他的直接任意球，还有后插上禁区外的爆射，他总能制造出非常容易传播的英雄般的镜头。上赛季的英超，他进了4个直接任意球，这已经是利物浦英超时代单赛季的新纪录。所以2027年，如果利物浦在欧冠拿到4强，索博有15个进球，15个助攻左右。另外在匈牙利作为队长，同时还是利物浦中场第1核心，那么他完全有可能进入27年金球奖前10甚至前5的讨论。还有一点，利物浦真正意义上的6号位仍然更接近格拉芬贝赫，所以索博呀，还是不要把他塞进后腰啦。尽管上赛季他也确实踢过更深的位置，我觉得索博最大的价值恰恰是从中场、中央向前覆盖。所以更精确一点，索博斯洛伊就是个全能型 B2B 中场加上进攻型的8号位。为了表达老 K 的歉意，之后我会为他专门做一期纪录片。好，进入到今天我们的主题，新赛季5大联赛10大后腰预测。第1名毫无争议，罗德里，这是我心目中的大哥大。特别他已经到了巴塞罗那了，新赛季的巴塞罗那比赛的内容会充满无穷无尽的美感。罗德里的角色首先是节拍器，然后是拖后组织核心加锚点后腰加抗压后腰。如果要选过去几年足坛最接近现代后腰标准答案的人，无疑就是罗德里。他不是单纯的抢球，真正恐怖的地方是他的位置感加控球加对抗加长传短传加控制节奏加大场面还能进球。这6个能力加在一起，罗德里站在中后卫前面的时候，本质上决定了整支球队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把球倒回来，什么时候把对方压在半场，什么时候阻止反击。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防守型中场竟然能够在24年拿到金球奖。而刚刚过去的世界杯进一步强化了他的作用，西班牙能最终夺冠，罗德里又获得世界杯金球奖。接下来如果帮巴萨重新拿到欧冠，27年他获得金球奖的机会将变得更大。唯一真正的问题是身体。世界杯结束以后，他接受了小型的背部手术，因此健康状态会决定新赛季的一切。关于罗德里的冷知识，少年时期他其实就在马竞的青训，但马竞随后将他放走，去了比利亚雷亚尔。在那里真正成长之后，马德里竞技发现当年那个被自己放弃的小孩已经变成西甲最优秀的年轻后腰之一了。于是2018年毫不犹豫，马竞又把他买回来。1年之后，曼城重金将他挖走。哈哈，罗德里啊，老 K 专门给他做了纪录片，所以我们都知道了他的冷知识。他过去在踢职业足球的同时，仍然攻读大学，专业是工商管理，甚至加盟曼城以后还要飞回西班牙处理大学的课程和考试。在曼城官方采访里，他把自己大学时期称作人生非常美好的阶段。第2个冷知识，年轻的时候别人买法拉利，他却买了2手的欧宝。当时已经是职业球员的他，给了爸爸一个大约3000欧元的预算，于是买了辆老奶奶的2手车欧宝可赛。在此之前，他甚至骑着自行车或者坐公共巴士去训练。队友们总拿他的车开玩笑，但罗德里根本无所谓。2027年金球奖潜力，罗德里5颗星。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2名奥雷利安·楚阿梅尼，来自皇马的法国球员，26岁。他的角色首先是锚点后腰，然后是抢球型后腰加后撤型的6号位，再加上混合型的6号位和8号位。
如果说罗德里是控制型的6号位，楚阿梅尼则更像是防守范围扩大版的现代锚点后腰 Anchorman。 他的身体强，覆盖大，制空很好，能够保护中后卫，还能直接推进后防线踢中后卫。他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防守体系越强调纪律，那楚阿梅尼就越重要。去年的欧冠淘汰赛，我们已经看到了他的抢球、他的能量和在中场的领导作用。关于楚阿梅尼的冷知识，他小时候就已经在法国非常突出了，参加波尔多组织的比赛，甚至曾经疯狂进球。波尔多队马上找到他家，希望把孩子带进青训。正常的父母可能马上同意，他爸爸却说先等等吧。从 U7 开始，波尔多找，爸爸拒绝，再找再拒绝，持续了大约4年，直到 U11 左右，父母们才觉得时间成熟了。父亲后来解释，自己希望孩子小时候首先能够享受足球，而不是过早把足球当成工作。这就和现在许多7岁就在豪门青训的故事完全相反。另外，少年时期的他攻击性远比今天强，他小时候踢的并不是后腰，他是一步步从更靠前的位置进入中场，再逐渐后撤成为6号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现，楚阿梅尼偶尔在禁区外起脚的时候，射门技术不像传统的纯防守型球员。另外还有，楚阿梅尼在业余时间自己参与制作 The Bridge， 这是一个跨界访谈节目，姆巴佩、邓贝莱、瓦拉内等等足球明星都曾经出现在这个节目中。而且楚阿梅尼还会弹钢琴，他自学已经练习了好几年了。所以场上他是拦截器，场下是个主持人加钢琴家，反差非常大。新赛季对他来说，如果皇家马德里能拿欧冠，同时楚阿梅尼成为不可替代的中场屏障，他就拥有其他后腰很难得到的曝光度。可最大问题仍然是他缺少进球数据和视觉上的冲击力。楚阿梅尼2027年金球奖潜力4星半。 OK， 5大联赛10大后腰预测第3名，莫伊塞斯·凯塞多，来自切尔西的厄瓜多尔球员，24岁。他的角色首先是抢球型后腰，然后才是抗压型后腰，加混合版的6号位和8号位。如果让老 K 挑一期选最强的抢球机器，那我多半会选凯塞多。但是他真正区别于传统的抢球型后腰的地方，是他抢下来之后自己还能处理球。比赛中他并不是抢下球权然后随便传给身边的组织者，而是自己抢断，加上转身，加上抗压，再向前推进。所以切尔西队能把这么大的中场空间交给他。关于他的故事，凯塞多出生在厄瓜多尔圣多明哥，他是家里的第10个孩子，上面有7个哥哥2个姐姐，他最小。凯塞多曾经回忆过，家里经济困难，哥哥们甚至会牺牲自己的东西，只是为了帮助弟弟凯塞多继续踢球，买球鞋。在社区，球场条件非常简单，他们有时候就用2堆石头代表球门。而当地的教练伊万格拉发现凯塞多之后，做的远远不只是训练，会主动帮他付交通费用，帮他买球鞋，帮他做各种训练安排，甚至接送他。长大以后，凯塞多始终铭记着这份恩情，成名以后每次回到厄瓜多尔都会专程去看望格拉，甚至在22年世界杯结束以后，教练格拉打电话叫他去和街头的朋友们踢球，凯塞多欣然答应。后来凯塞多和教练格拉在家乡联合创办了足球学校，名字叫凯塞多和伊万格拉足球学校，专门招收4到16岁的当地贫困孩子。凯塞多出钱，格拉负责管理和训练，用当年格拉照顾凯塞多的方式去帮助更多买不起球鞋、付不起车费的穷苦的足球少年。凯塞多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还有足球装备、球鞋和各种训练物资，彻底解决了当年格拉因为缺乏资金而面临的办学困境。现在格拉不仅是凯塞多的启蒙恩师，更成了他在家乡足球公益事业的核心合伙人，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时至今日，虽然在英超联赛，凯塞多依然把他当成自己至交好友，两人的手机上都存着几百几千张对方的生活照片。凯塞多公开表示，格拉在每一步都支持着我，他对我来说永远是最特别的人。现在凯塞多的项目已经在厄瓜多尔建立了大约38个训练点，包括在加拉帕戈斯群岛，服务了超过1500名儿童，所以形成特别完整的人生闭环。当年小时候有人替他付钱去训练，现在他替下一代的孩子付钱去创造训练机会。那么新赛季24岁的凯塞多已经是世界顶级水平，但也有明显的上升空间。如果切尔西能在英超争冠，并且在欧冠进入到最后阶段，凯塞多很可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要想成为世界第一防守型中场，
球队的成绩是关键。2027年金球奖潜力凯塞多4星半。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4名布鲁诺·吉马良斯，阿森纳的巴西球员，今年28岁。他的角色首先是混合型的6号位和8号位，然后是拖后组织核心加抢球型后腰加向前推进型中场。吉马良斯是这份榜单里最不像传统后腰的，他经常从6号位接球推进到8号位，再自己突然进入禁区。上赛季他甚至一度成为在英超进球数最多的后腰之一。他自己也承认，关键的变化就是开始大量增加射门。吉马良斯为什么穿39号球衣呢？因为他爸爸过去是出租车司机，39号就是出租车的调度编号。爸爸用这辆车挣钱养家，买食物，给吉马良斯买足球鞋，支付他追逐足球梦想的各种费用。所以吉马良斯选择39号，去了里昂队39号，在纽卡39号，现在阿森纳依然是39。另外冷知识，小时候妈妈其实不太想让他走足球路线，于是送他学游泳，可结果吉马良斯完全不喜欢。他跟家里说自己真正想做的只有足球。但少年时期，吉马良斯并不是超级豪门争抢的神童，他甚至被各种豪门青训拒绝。后来远离家庭生活的时候也非常艰难。他自己回忆，如果足球最终没有走通，那一个非常现实的人生选择就是像爸爸一样去开出租车。本赛季他加盟阿森纳，拥有了夺取英超加欧冠的最好平台。而吉马良斯相比纯控制型的后腰，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他能进球。金球奖特别喜欢这种可以制造高光镜头的中场球员，但风险也有。阿森纳的中场配置太豪华，赖斯、苏比门迪、斯凯利等等都会分走他的战术作用和媒体的注意力。2027年金球奖潜力，吉马良斯4颗星。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5名赖恩·格拉芬贝赫，这是利物浦的荷兰球员，24岁。他的角色首先是抗压型后腰，然后是持球推进型6号位加混合版的6号位和8号位。格拉芬贝赫是这10个人里风格最特别的，身高接近1.9米，但他的核心能力居然是转身。他接球以后可以利用大长腿护球，突然转过第一名对方的压迫者，然后直接带球向前。所以他不是传统站着传球的6号位，他更像是自己能够把球带出第一道压迫防线的6号位。今年俱乐部已经和他签下了新的长期合同，而他的故事在2018年代表阿贾克斯完成荷兰甲级联赛首秀，仅只有16岁4个月，由此打破了西多夫保持的阿贾克斯最年轻的荷兰甲级联赛出场记录。可西多夫啊，这是非常恐怖的比较对象。西多夫后来拿了4座欧冠冠军，还有他的哥哥丹泽尔·格拉芬贝赫同样也是职业足球运动员。小时候莱恩就经常和哥哥以及哥哥的朋友们都比他大，一起踢街头足球。年龄小，身体吃亏，怎么办呢？只能更快的去观察，更快的传球，更聪明的躲避身体碰撞。格拉芬贝赫后来回忆，是哥哥把自己给练硬了，这也跟他现在的比赛风格高度相关。而第3个冷知识，格拉芬贝赫的招牌转身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齐达内。他从小就非常喜欢这位法国大师，尤其会观察齐达内在中场如何转身的，然后把他的动作都融进自己的比赛。所以现在能看到格拉芬贝赫接球后肩膀一沉转过去，背后有明显的齐达内的影子。现在24岁的他在利物浦能够冲击欧冠，同时是荷兰国家队的核心球员，身体加技术全部都具备。而后腰位置的属性是后来才开发出来的，说明他仍然有潜力。如果新赛季能突然增加远射和进球数据，他的排名会大大上涨。2027年金球潜力，格拉芬贝赫4颗星。好，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6名约书亚·基米希，来自拜仁慕尼黑的德国球员，31岁。他的角色首先是拖后组织核心，然后是节拍器加6号位和8号位的混合体。基米希可能是榜单上最好的长传手和调度者。在俱乐部他仍然归于中场，但在国家队他踢的更多是右后卫。可老 K 认为真正适合他的核心角色仍然是后场的指挥官。他不像凯塞多那样靠抢，不像格拉芬贝赫那样靠带，基米希主要靠观察加上传球。11年前2015年，当时基米希还只是莱比锡的年轻球员，经纪人突然告诉他有俱乐部想买你。基米希问谁？经纪人说拜仁慕尼黑。基米希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别跟我开玩笑了，因为他觉得拜仁几乎可以买到世界上的任何好球员，为什么还会来找一个当时还在低级别环境正在成长的自己呢？
基米希想知道拜仁到底为什么想买自己，结果和瓜迪奥拉会面之后，瓜瓜直接开始用战术图给他解释哪些地方你可以踢，为什么会适合你，你可以怎样发展。11年以后再回头来看，中场、右后卫、中后卫，瓜迪奥拉当年几乎就已经把他所有的可能性都看到了。那么这份榜单如果我们按纯能力来排行，那基米希的排位完全可以更高，但如果以新赛季表现的预测，还有2027年更可能进入金球奖榜单前列来预测，那么基米希的31岁加上他进球数量有限，还有德国国家队最近成绩不好，所以接下来他的路几乎只有一条，拜仁首先要拿到欧冠冠军，并且基米希成为冠军体系中的中场大脑。2027年金球奖前列，基米希3星半。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7名亚当沃顿，水晶宫的英格兰球员，22岁。他的角色首先是拖后组织核心，然后是节拍器加抗压型后腰。他和凯塞多完全相反。如果凯塞多是属于那种我先把你的球抢下来，那么沃顿是另一种风格。你对方的球甚至还没过来，我已经知道你下一脚要传哪儿了。他的核心不是靠身体，而是靠扫描、靠意识、靠身体的朝向，还有第一脚触球 first touch， 靠他的一两脚传球就能破线传递。2026年欧协联决赛，水晶宫击败巴列卡诺队，夺得俱乐部历史性的欧洲冠军，而制胜球的起点就是沃顿的射门制造了门将脱手。随后他被评为这场决赛最佳球员，才只有22岁，他已经证明自己不是只能在普通的英超联赛里面传漂亮球而已。但他的故事小时候差点走上另一条路。沃顿一家的运动基因非常强，他爸爸年轻时打过高水平板球，哥哥也踢足球，而亚当沃顿自己小时候甚至代表过兰开夏参加过少年板球比赛，他能够击球，还能投旋转球，但最后是心里对足球的热爱更胜一筹，足球赢了。另外在学校阶段，他参加了10门英国普通中等教育证书考试，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特别是在数学和计算机科学表现极其优秀。而更好玩的是，他不是那种疯狂复习的学生，纯粹是脑子好用。有老师甚至开玩笑地说，如果不踢足球，亚当沃顿完全可以走非常学术化的路线。这也跟他的球风异常匹配，他踢球最大的特点本来就是脑子比动作更快。还有小时候他11岁就和朋友一起做 YouTube 频道，自己拍摄。作为今天英超最冷静的组织型中场之一，11岁已经在 YouTube 上发自己的足球技术视频了。那么亚当沃顿的纯天赋可能比第7的排名更高，但真正拖累他的是水晶宫队的平台。如果他能够转会去豪门，那冲击金球奖排名的赔率会瞬间发生变化。实际上现在排第7已经是对他上限的提前压注。2027年金球奖前列，亚当沃顿3星半。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8名亚历山大帕夫洛维奇，来自拜仁的德国球员，22岁。他的角色首先是节拍器，然后是拖后组织核心加锚点后腰加抗压型后腰。如果亚当沃顿是英格兰新一代的技术型6号位，那帕夫洛维奇就是德国版的。他已经是拜仁中场不可缺少的一员，而且跟基米希形成了稳定的中央组合。他的特点是无论空间多狭窄，压力有多大，自己从来不害怕接球，抗压属性十足。少年时期，帕夫洛维奇在拜仁青训体系曾经还是一名球童，在安联球场旁边帮着捡球。那时候看着拜仁巨星们比赛，没想到几年之后自己就穿上了拜仁球衣。帕夫洛维奇出生在慕尼黑，父亲有塞尔维亚背景，所以2个国家足协都对他非常关注。最终他选择代表德国。22岁的他已经在拜仁成为主力，平台比亚当沃顿更强。但首先他需要证明自己能不能整个赛季都保持健康，然后从拜仁的一个优秀年轻球员升级成欧洲顶级中场。前拜仁名宿哈格里夫斯甚至已经把他的比赛特征拿来和过去巴塞罗那的布斯克茨做比较。2027年金球奖前列，帕夫洛维奇3星半。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9名桑德罗托纳利，来自托特纳姆热刺队的意大利球员，26岁。上个月他已经正式转会，选择了16号球衣，并且重新和主教练德泽尔比合作。2个人既是老乡也是朋友，他们都出生在意大利布雷西亚。德泽尔比出生于1979年，托纳利出生在2000年。德泽尔比自己曾经在职业生涯末期在2008年短暂效力过家乡球队布雷西亚，而托纳利则是出自布雷西亚青训，并且在这里崭露头角。
德泽尔比离开布雷西亚的2008年，托纳利年仅8岁。两个人虽然没有在俱乐部共事过，但有着深厚的老乡情谊和共同的足球根基。于是，在之后托纳利的职业生涯中，两人一直保持联系。托纳利的角色首先是拖后组织核心，然后是抢球型后腰，加上混合版的6号位和8号位。许多人过去将他称为第二个皮尔洛，其实托纳利和皮尔洛没有想象中那么像，他是更加具有侵略性，跑动更多，更愿意对抗，更像一个组织加上抢球结合型的中场。而关于他，小时候最支持的是 AC 米兰队，偶像是老 K 最喜欢的屠夫加图索，所以后来真正加盟 AC 米兰的时候，对他来说并不是普通的转会，而戏剧性的是，他还真帮助 AC 米兰拿到了意甲冠军。不过后来托纳利曾经坦白，真正加盟米兰之后，年轻的自己一度产生了一种非常危险的感觉，我的梦想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是什么？这反而让他一段时间失去了目标感。另外，他后来因为赌球违反博彩规定遭到禁赛，他公开表示过自己接受了心理辅导，大幅减少了社交媒体和手机的使用，重新思考自己的职业生涯。那么现在从布雷西亚到了米兰，到了纽卡，又到了热刺，人生的第3次转会，热刺能不能给他2027年冲击金球奖榜单需要的平台呢？如果德泽尔比让他成为整个球队的中场轴心，然后热刺队突然冲进英超前4，甚至冲进欧冠前8、前4，那么他的故事会非常有吸引力。2027年金球奖潜力，托纳利3颗星。新赛季10大后腰预测第10名，马丁·祖比门迪，来自阿森纳的西班牙球员，27岁，把他排在第10位不代表他的能力。如果只凭6号位的技术和位置感，我甚至会把他排进前5，但我们预测的是在2027金球奖的排名，所以又要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影响。祖比门迪的角色首先是节拍器，然后才是拖后组织核心加锚点后腰。他踢球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什么动作看起来特别夸张，他没有凯塞多疯狂的滑铲，没有格拉芬贝赫突然带球冲30米，也没有罗德里那样突然轰一个世界波。但是在球队里面，祖比门迪就是很稳定，这就是典型的节拍器。上赛季加盟阿森纳第一个赛季，他出场次数很多，打进6个球，帮助球队拿到了英超冠军。但到了赛季末，他的主力地位有所波动，而现在阿森纳又签下了吉马良斯，再加上赖斯，再加上还有年轻的斯凯利，所以问题来了，祖比门迪还能不能拥有足够多的战术权重？这是不是我的球队？这些咱们还得观察，这也就是为什么老 K 将他先放在第10位。而他小时候出生在圣塞巴斯蒂安，所以皇家社会不仅是他的俱乐部，基本就是他的全部生活。皇家社会官方甚至曾经直接跟着他去乌里亚山拍采访，因为那里就是他平时最喜欢带狗散步的地方。而加盟阿森纳以后，人生最大的挑战甚至不是英超的节奏，而是他第一次真正离开了圣塞巴斯蒂安长期生活。他说自己最想念的就是自己的狗，现在狗狗暂时跟着父亲留在西班牙。祖比门迪过去非常欣赏哈维·阿隆索，而后来阿隆索真的就执教了皇家社会 B 队，所以他小时候自己最崇拜的西班牙中场球员亲自在训练场上教他一个6号位应该怎样踢球，这就是当时最理想的足球教育。接下来祖比门迪的事业线，阿森纳需要拿到欧冠，他需要成为淘汰赛最重要的中场球员，另外还得在西班牙国家队拿到核心地位。2027年金球奖潜力，祖比门迪3颗星。接下来老 K 定义一下后腰到底是什么。按照我们整个系列排名已经确定的位置体系，后腰 Defensive Midfielder 主要活动在中后卫之前，在中前卫之后，是球队防守、出球和攻守转换的第一中场枢纽。最典型的就是6号位，但现代足球已经很少存在某种单一的后腰模板。我们把后腰分成7种角色： 1. Anchorman 锚点式后腰，任务是固守在中后卫身前保持阵型。 2. Ball Winning Midfielder 或者 Destroyer 抢球型后腰，任务是抢断、对抗、破坏对方反击。 3. Deep Lying Playmaker 拖后组织核心，任务是从后场开始组织。第4 Controller 或者 Single Pivot 节拍器，任务是控制球权、控制节奏和进攻方向。第5 Halfback 后撤型6号位，这种任务是在出球的时候落在自己中后卫之间。第6种 Press Resistant Pivot 抗压型后腰，他的任务是面对高压的时候仍然能够接球、能够转身、能够推进。第7种
Hybrid number 6和 number 8，混合型的6号位和8号位，任务是既能够防守，又能够进入更高的区域。足球战术方面，我们所谓更高区域，就是指更靠近对方的球门。所以，真正最优秀的现代后腰，通常不是一种，而是2、3种角色的结合体。今天我们榜单的10个球员，虽然都叫后腰，但也根本不是同一种球员。OK， 做节目很辛苦，但是感谢大家的支持，感谢您的点赞，感谢您的热推。这里是老 K 足球新闻，一个有温度的足球频道，咱们明天再见。